大家好，这里是阅见成长，一个记录并分享阅读心得的频道。如果你有觉得值得一看的好书，欢迎留言告诉我。那么我们开始吧。今天要和你聊一本超经典、超温柔的疗愈系书籍，它的名字叫做《公主向前走》。这本书可能是很多人心灵成长旅程里的起点，因为它不仅是一个童话故事，更是一场灵魂的觉醒。你有没有发现，我们从小就被灌输一种剧本：公主遇见王子，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。但现实里呢，王子会生气，会冷漠，会变，而我们也会在爱里迷失自己，忘了原本的模样。这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，真正的幸福不是找到王子，而是你终于学会拥抱那个完整的自己。一、完美公主，完美的牢笼。故事的主角叫维多利亚，她是一位美丽又聪明的公主，从小被教育要举止优雅，笑容得体，要成为皇室里最完美的典范。可是在她心里，其实还住着一个活泼、天真又有点调皮的小女孩维奇。这个维奇就是她的真实自我。她爱唱歌，爱跳舞，爱自由。但问题是，没有人允许公主太真实。每当她想开心的唱歌，想奔跑，想大笑时，总有人皱眉说，这不像个公主该有的样子。慢慢的，她开始怀疑自己，压抑自己，甚至觉得维奇是不该存在的那一面。有一天，她干脆把维奇关进了衣柜里。从那刻开始，她变得安静、完美，但也失去了快乐。我们是不是也这样？为了成为别人眼中的好人，为了被爱、被接纳，就把真实的自己藏起来，假装没那么在意，假装都能忍。可心里那个维奇其实从没真的消失，他只是被关了起来。二、王子出现后，故事却崩塌了。终于有一天，童话故事里的那一幕发生了。王子出现了，他英俊、体贴、风趣，而且深深爱住维多利亚。他会在她唱歌时微笑，会支持她去创作、去冒险。那段时间，他觉得自己终于被懂、被爱、被看见。但没多久，王子变了，他开始挑剔，开始生气，开始责怪。曾经说你怎么样都好的那个人，现在却变成了你怎么做都不对。维多利亚不断道歉，不断改变。他以为只要自己再努力一点，爱情就能回到最初。可是他越努力越迷失，他开始怀疑，是不是我真的不够好？这段婚姻让他从梦想的公主变成了不敢呼吸的囚犯。三、猫头鹰医生，你的心只有你能治。在一次激烈争吵后，维多利亚终于崩溃，逃离了王子。她哭着跑进森林，遇见了一只会说话的猫头鹰。他自称是新的医生。这只猫头鹰对她说，公主，我不能治你的心，因为只有你自己才能治疗你的心。这句话太经典了，它像是一巴掌，也像是一道光。因为我们太常希望别人能救我们，我们希望有人懂，有人改变，有人回来。但事实是，真正能让我们痊愈的不是对方的道歉，而是我们自己选择不再让伤口流血。猫头鹰医生教他，如果你痛苦的时候比快乐的时候多，那就不是爱，而是别的东西。那东西让你困住，让你看不到那扇通往自由的门。
4. 情绪之海，没有人能救你，除非你学会游泳。在旅途中，公主来到情绪之海，狂风暴雨中，她和围棋的小船快要被掀翻。她向一只叫陶丽的海豚求救，结果海豚说，没有人能救你，除非你学会自己游泳。这一幕真的太有象征意义了，因为我们在痛苦里挣扎时，第一反应永远是希望有人来救我，但生命常常要我们自己学会在情绪的海里慢慢让心安静下来，学会呼吸，学会自救，学会不再害怕自己的感受。当他终于游上岸的那一刻，他发现陆地一直都在，只是以前的自己看不见。5. 迷失旅人营地，你不是不够好，只是忘了自己有多好。接着他来到了一个地方，叫做迷失旅人营地，那里的生物都在挣扎，有兔子怕跳，有鸟怕唱，有苹果树不敢结果，因为他们都在比较，都觉得自己不够好。看到这一幕，公主突然懂了，她也是这样，一直照着别人的地图生活，努力成为别人想要的样子，却从来没问过自己，我想要成为谁？猫头鹰医生曾说，很多人之所以迷路，是因为他们按照别人的地图走。我们一生都在被期待塑形，但幸福从来不是标准答案，幸福是当你可以自由地成为自己。6. 幻象之地，停止欺骗自己，你才会自由。在幻象之地，公主看到许多人戴着有色眼镜，有人自卑到看不见自己的好，也有人傲慢的看不清现实。他们都活在幻觉里，以为自己很好，或以为自己一无是处。那一刻，公主意识到自己也曾经这样自我欺骗，以为只要再努力一点就能被爱，以为只要不生气不哭泣就能被接受，但她忘了，那样的爱其实早就让她失去自由。7. 真实之境，学会理解而不是责怪。公主最后来到真实之境，在这里她看到父母的过去，王子的童年，也看见了那些让她受伤的根源。她终于明白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，那些让她痛的行为其实也来自对方的伤。她开始不再责怪，而是理解。理解父母的严格是出于恐惧，理解王子的暴躁是出于自卑。理解并不代表原谅对方所有行为，而是放过自己，不再让仇恨绑架。那一刻，他真正长大了。8. 幸福从不是王子给的。故事的最后，公主重新找回了围棋，那个活泼、天真、爱唱歌的自己。她终于懂了，幸福不是等王子带来，而是当你能诚实的爱自己时，幸福就会流进你的生命里。她踩着轻快的步伐，往阳光的方向走去，心里唱着属于自己的那首歌。因为真正的童话不是从此幸福快乐，而是她终于成为了自己。9. 这本书体会到的3件事。1. 你不能救别人，只能先救自己。在关系里，我们太容易陷入拯救者的角色，但唯有当我们愿意爱自己，面对真相，我们才有力量去爱别人。2. 停止否定自己的感受，压抑不会让你变坚强，只会让你变沉重。每一个情绪都在提醒你，嘿，我需要被看见。
3，幸福不是找到对的人，而是成为对的自己。当你学会照顾自己，尊重自己，你就会吸引能共鸣的人。书的结尾，请你也轻轻地向前走。最后请记得，如果你痛苦的时候比快乐的时候多，那就不是爱，而是别的东西。这句话我想送给每一个正在爱里挣扎的人。你不需要变成谁的理想型，也不需要等王子来拯救你，因为真正的力量一直都在你心里。愿你有勇气放下童话的结尾，也愿你有力量写下自己的故事。走吧，公主，向前走。